根据那个彭春来跟那个董大川的说法呀，那李德顺是在修车完了之后，然后这货车突然间向后倒，把他给压死的。可是呢，像这种货车呀，它的后排的轮子两侧都是双排的轮子。我们在验尸中心看到那个尸体上只有一条轮胎的痕迹，而且也是单排的。大家，给大家看一下投影。这是死者李德顺的衣服，从上面来看呢，是有一条轮胎印记，根本不像彭春来和董大川所说的是车的前轮和后轮都碾压过死者。这死者的衣服上只有一条轮胎印记，有可能是……这个有可能，就是说这个李德顺在修车的时候，他是在前轮跟后轮的中间。然后呢，车突然间向后倒，把他给压死了。不是，董大川明明知道李德顺在修车，还往后倒，这为什么呀？他俩有仇啊？我觉得呀，就像这种故意杀人的这种动机啊，可能性不是太大。要不然呢，这车主他也不干呢。你想啊，这个李德顺啊，和彭春来他是一个村的，而且董大川和彭春来还是远房亲戚。师傅说的对，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有仇的话，那个欢子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。所以说呢，现在就只能说这两个人他们在说谎。不会吧？你想，谁会把这种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？这明明不是自己撞的，然后偏说是自己倒车给人压死了，还到咱交通队来说是我干的，是我干的，让咱们给他判了，这太不符合逻辑了吧？要不怎么说这个案子还是有问题啊？我说以我多年的经验啊，我觉得他们在跟咱们编故事。我同意师傅的说法，这样，把他俩传过来，继续审。吴主任，我当事人向你们提出的请求至今没有答复，我们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保护。我认为这完全是你们的责任。就是，赵一阳说不对就不对，田明说不做不就不做，你们还讲法吗？不是，阿姨啊，这事儿呢，不是说我说行他就行，我说不行他就不行的，这是法律，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。秦快，你是律师，你应该对公民的权利跟责任应该很清楚了。作为我们公安机关，不滥用职权，这就是对公民最好的保护和执法行政。秦律师，我们赵科长已经认真地做了田明的工作，可田明还认为我们不公平，说我们向着你们。其实我们办案向着公平。哎呀，吴主任，你可真伶牙俐齿啊！这黑白都让你说颠倒了。不是我能说，我们要尊重法律，尊重事实，这是一贯的原则。作为律师，我对你们的答复表示非常失望。不过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当中。既然当事人一方不同意测谎，那好，我们也不勉强了。不过我们要提出另一个要求，我们要求对当事办案民警尹志强进行测谎，而且作为监督，我们要在场。对，可别怪我不给你们机会啊！这个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当事人给办案民警进行测谎，而且跟案情无关。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吴主任，你为什么非要强调办案民警呢？难道这个测谎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普通老百姓吗？就是。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交通队办案有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信访，可以向我们的上级监察部门投诉，这是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。我们和监察部门会对你们提出的问题，在我们内部展开调查。但是你们要对我们办案民警进行测谎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能越线。得了吧，不就是害怕了吗？啊，跟田明一样，害怕高科技，识破你们。科长，
怎么样啊？有结果了吗？不行啊，这两边还是不肯妥协。他这么闹下去，越闹越僵啊！哎，实在不行，就让你的林小姐劝劝他妈妈，或者是你和你的林小姐拉近一下关系嘛。什么？我跟我的林小姐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呀。哎，赵科，那个测谎仪真的管用吗？还是比较客观的。那下回谁要是说谎，我们就用那个东西去测他。不是，那个东西它不能随便乱用啊。没事啊，晚上我可以上淘宝上去搜一搜。你好，是顾科。好的。赵科长，王优美不走，说找你有事儿。我的天哪！你就放心，我帮你问好了。这保险公司只要是赔钱，我再给欢子拿点钱，然后让他再交警求就行。估计1年半载的你就能出来了。然后家里的事情，你都放心，你老婆呢直接就交给我了。叔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您放心，等我出来了，就算是当牛做马，也得报答您对我的恩情。哎呀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咱们都是亲戚呢。警察要是问你什么，你就知道怎么说吗？知道，我全都背下来了。太好了。董大川，李德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倒车的时候给他压死的。你知道跟警察撒谎是什么后果吗？我没撒谎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董大川，李德顺是被你倒车撞倒后压死的，还是在修车的时候在车底前后轮被压死的呢？真是我倒车的时候给压死的。哪个轮压死的？我车左边的前轮和后轮。你压了他2次。那为什么李德顺尸体上只有前轮的压痕，没有后轮的压痕呢？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你到底压了几次？1次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到底压了几次？2次。你说话有没有谱啊？有谱。董大川，让我来告诉你吧，李德顺根本不是让你倒车时候压死的，而是在前后轮中间被你压死的，对不对？真是我倒车的时候给压死的。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在哪儿。修车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在旁边跟他递工具。左边右边？左边。你知道他在下边修车，你还倒车？我没倒车。哎，他没倒车，他怎么死的呀？我倒车。董大川，你要实话实说呀。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问彭春来去。李德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不就是大川倒车给压死的呀？董大川倒车的时候，李德顺是站着的还是躺着的？站着。那你看着他站着，你为什么不提醒一下？我没看见呢，要是看见了，还能撞他吗？倒车的时候你在车的什么位置啊？我在车右边，就抽烟的。那董大川为什么要倒车？那他听着德顺说车修好了，大川呐，你倒车吧，倒车吧。那他王春来，你听说过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吧？那你觉得跟警察编故事，算不算抗拒啊？知道啊。
嘛？又想王优美的案子呢？西婵，你说，那彭春兰跟那个董大川，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说瞎话呀？我也觉得有问题。你说会不会是彭春来倒车时候压死了李德顺，让董大川过来顶罪？这个可能性很大，不然他们两个没有说瞎话的理由啊。庞家刚才也找过我，说这个案子有点怀疑。他的根据是什么？庞家说他刚才看见，董大川给彭春来下跪。哎，庞家，我在院子，叫大伙过来一趟。刚开始没注意，后来觉得不对，然后马上就跟七姐说。不是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啊？你要早说，当天我就给他们审出来了，这案子不就结了吗？是，你小子平时挺聪明的，关键时刻怎么一点都不给力啊？这也不符合情理啊！哎，你们看啊，如果是董大川撞的，那他没有理由编瞎话呀。如果是彭春来撞的，让董大川替他去顶罪，那下跪的应该是他呀。现在怎么都反过来了呢？他们俩是亲戚，彭春来有钱，花钱让董大川去坐牢，这不合情合理吗？再说前2个月咱们办了一个案子，哥哥替弟弟顶罪。既然彭春来花钱让董大川替他去顶罪，那下跪的应该是他呀。现在怎么都反过来了？其实啊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。现在有钱就是大爷。就这帮车主，走南闯北，什么阵势没见过？我跟你说，有时候你们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能耐大着呢。哎，师傅啊，哎，别，您都大科长了，以后就别叫师傅了啊。师傅，您就跟我们说说，这董大川替彭春来顶罪，他为什么还要给他下跪啊？这完全都不符合逻辑嘛。那咱这不是分析案子呢吗？那我就是分析分析呗。那要事实情况，你问他们俩去呗。哎呦，师傅，咱们科里办案经验最丰富的就是您了。那是。我们赵科长经常说了，向师傅学习，是不是？是，向师傅学习，向师傅学习啊，向师傅学习，向师傅学习。哎，也别来这套啊！其实呢，小赵也没错。不过他那个思维呢，是按常理来思考。现在这好多案子呀，他们都不按常理出牌。咱们这办案子也得与时俱进吧？对，师傅说的对啊，咱们也得与时俱进。皮山，那你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吧？我跟师姐一块去。我也要去。跟着瞎起什么哄，一边待着去。我起什么哄了？我跟七姐学习学习。不行啊。行吧，那你们一起去吧。走了。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档把上和仪表盘上全是死者李德顺的指纹。方向盘、档把都是李德顺的指纹，这就对了。怎么就对了？他总不能自己开车把自己给压死了吧？那怎么不能啊？学着点啊！他可以溜车的时候把自己弄死啊！厉害呀，师傅！如果是死者李德顺开车的时候没拉手刹，溜车的时候把自己压死了，那为什么董大川要顶这个刑事责任呢？他又不是车主。
我想到一种可能啊，你们帮我分析分析。那李德顺啊，在修车的时候，他是停在一个斜坡上面，手刹呢又没有拉紧。然后呢，董大川回车里啊去取工具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了手刹，导致溜车，就把那李德顺给压死了。所以呢，那董大川到最后才会给那个彭春来下。那也就是说，董大川没跟咱们说实话。在这里。怎么着，董大川？这是想好了继续编故事啊？我没编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那意思就是我们全是傻子是吧？你说什么我们信什么呀？我们不查呀。那汽车的方向盘挡把上根本就没你的指纹，你无人驾驶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仔细想想，我这话给你点明喽，你是不是碰哪儿了？我说，我这次真不是我想的，这事儿全赖我。当时李德顺钻到车底下修车，让我把车驾驶室掉下来的2根电线给缠一下，不小心我把线头给搭上了，车着了，猛地向后一窜，我师傅就给压死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真不是有意。车挂的是空挡吗？没错，我检查过了。打不着啊？打不着啊？不是师傅，打不着，这2条根本就不是导火线，所以说这个董大川呀，他又在撒谎。会不会是李德顺在修车的时候，董大川不小心碰到了制动按钮，而且事故现场那个地面是有斜坡的，导致车后溜压死了李德顺？反正啊，这董大川是够滑的，肯定是在车里头鼓的，把他师傅压死了，他还跟没事似的。是得好好查查。可是我现在不明白他是怎么碰到那个制动钮的呀？我觉得长臂猿差不多了，他够不着，反正是。我知道了。据我们的详细调查，这起事故的发生经过是这样的。怎么了，德顺？这车怎么就慢下来了？我怎么觉得这发动机的声音不对呢？咱们停下来看看。那前面那个就高速那个绿荫出口，咱们从那儿拐下去，然后就是有个配油站就停那儿嘛。叔，这什么货车呀？我换了。小心点。大哥，安静点。好。咋回事啊？这玩意儿妈的，我得跑路哪来？1、2、使劲儿！好了，看看吧。你们俩先看我这上厕所去。啊，去。师傅，哎，这可真够复杂的哈。第一次见当然。得了，下去说了，别乱动啊。来，大壮，给我钱。哎，大壮，把那个方向盘下边那2个线捆一块儿缠好了。
对，就翻下面那个。慢点啊！放心。哎。郑顺，你动什么了你啊？师傅刚才让我拆下这电线，没想到谁让你乱动的呀？你傻呀？那是打火线，两个对起车就着了吗？都，郑顺啊，师傅，你吓我啊！郑顺，哎，你还傻呆干嘛？快给我劫车去啊！快点！怎么了？咱们瞎扯淡！德顺要是有个三长短，我他妈掐死你！大夫，咋样了？没了。这事儿不大了吗？你他妈的，在医院，你们3个商量怎么赔偿。你们赔俺丈夫，要不然我上交警队告你们去。弟妹啊，这个事儿啊，都赖大川啊！你说你不懂吗？非得瞎动，这回好，人没了，你说吧？那你赔吧。我哪有钱赔啊？叔，你也知道，您给我开那点工钱，要不这样吧，要不你们让他们把我抓起来，一命偿一命，或者你掐死我得了。这不废话吗？这是。俺不管，俺家德顺是给你开车的，你得赔，要不然俺到你家去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人又不是我压死的。你的车不是上保险了吗？难道你就不能赔吗？按照这种死亡，原则上讲，保险公司不能给赔。除非他们3个在医院商量的结果，就是想骗取第三方责任保险，让欢子拿到这30多万钱的保险金，而作为车主的彭春来不用花1分钱就能把这件事情摆平了。所以啊，董大川才会给彭春来下跪，那欢子才会来咱们警队报案。这按理说呀，这个案子到这儿应该就结束了，可是并没有。哎，大川，把那个方向盘下边那2根线捆一块儿缠好了。对，就方向盘下面那2根。慢点啊！后来啊，我们去勘察那个事故车，齐晨去提取了开关上的指纹，也是李德顺的。
我们在验尸的时候，发现死者的身外侧的右胯那里啊有一道红肿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是只有在站立的情况下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。而董大川缠的那2条铁线呢，也是废线，跟咱们这个案子啊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谢谢，这个不然大川这个黑锅就是得背下去，都怪我什么都不懂。哎，弟妹啊，这钱我赔，我就是把车卖了我都赔，不能对不起你们娘俩。大兄弟，对不起，冤枉你了，对不起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事就不麻烦你们了，我们自己解决了。那我们就等。彭正来，你等等吧。警察还有事儿？他们可以走，你走不了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您说，我一定尽力。那做人就得这样吧。你涉嫌诈保未遂，触犯了刑法。什么？我都触犯刑法了？那这不晚上吗？都回不了家了吗？这不。警察同志，要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行，你先走，谢谢。大川，阿姨啊，您律师提出的问题我们会改进，但是至于有些原则性的问题，您能不能别那么不依不饶啊？不依不饶？哎，你是说胡搅蛮缠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情况根据现场图和对调查结果的质疑，这些都有效，我们没有推翻，这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，我们之前也解释过了。但是至于案子的本身，我们完全是按照法律程序来的，这个结果我们就不能改。那这结果我们根本就接受不了，我们不接受。别说了，他们就是官官相护。喂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叔叔阿姨啊，这件事情你们再考虑考虑吧。官司呢，你们可以继续打，这是你们的权利。你们也可以去信访办。我这儿还有事儿，我先告辞了。小赵，我看你平时也挺忙的，我也知道你是为大家伙忙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案子啊，你判的就是不对。阿姨，这案子不是说你说不对它就不对，我说对它就是对的，这是法律，咱们一切都得根据法律来。走走走。你跑什么呀？走。服务员，来壶茶。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？请你吃饭呀。你请我吃饭？对啊。那多浪费啊！你怎么不在队里对付对付不就完了吗？队里多没气氛，你看这儿环境好，咱们还可以聊聊天嘛。好，环境好。那你想聊什么呀？可多了，比如你平时有什么爱好？你不工作的时候，你都喜欢干些什么？我喜欢呀，我喜欢在家睡觉。没劲。那你喜欢干什么呀？我的爱好可多了，我喜欢旅游，我喜欢……才不要跟你这个没有爱好的人讲话。我没爱好，不是？那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啊？没有，你可以回去洗洗睡了。我回去洗洗睡了。那我回去洗洗睡了啊。去吧。我真的回去洗洗睡了啊。金陵13钗，这票很难买，这么贵，庞家，你一个月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，还买这么贵的电影票，早知道我去团购嘛。
这茶不错，你喝喝看。这个茶不错，我喝喝看。尝。怎么样？一般嘛。乱讲！我最爱喝这个茶了。今天就算我请你了，让你这个土老帽也小资一把。好，谢谢米姐。不客气。哎，季晨。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哟，赵大科长请吃饭，那我得去啊。不过我得吃点好的啊。放心吧，绝对是大餐。走呗。哎，你说，对呀。哎，齐老师，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。你说，这姑娘的心思，她怎么就这么难懂呢？她这谁又让你难懂了？还能有谁呀？那林家瑞呗。哎，你说，他这一天，天天往咱们这儿跑，哎，你说他图什么呀？人家喜欢你呗，这么漂亮一姑娘，天天追着你，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我没说我不乐，我也不是说我乐意啊，我就是有时候在想吧，像她这么一个姑娘，这天天往咱们市库科跑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。你说咱们啊，这每天这不是交通事故，就是尸体，要不然就是已经……我没说你例外，你是咱们警队的一枝花啊！别臭贫了，接着往下说吧。我就是想你帮我分析分析，你说他天天往咱们这儿跑，现在我真是被他搞得有点，就是特别那种心烦意乱，你知道吗？是心烦意乱吗？意乱情迷吧？什么意乱情迷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意乱情迷什么呀？我就是怕他每天来咱们这儿啊，他影响到咱们的工作。你喜欢人家吗？季晨，我喜不喜欢他，你心里不知道吗？我呀，就是想，哎，要不你说，这喜欢一个人啊，这喜欢，这应该是个什么感觉？不会吧？你没谈过恋爱啊？谈过倒是谈过，没谈过几次，不太懂。切，笑什么呀？笑什么呢？哎，你赶紧帮我出出主意，这事到底怎么办呢？不喜欢人家就直说，有什么心烦意乱的？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呀。那就当白说了呗。吃吗？是吧？我觉着吧，这电影一点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它的题材，还有它的那个什么，我觉得都不对啊。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对，好看。不是，你哭什么呀？不是你哭什么呀？你没有同情心啊！不是，米勒同志，你这么冷血呢？再这样，不理你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干这行。这次你可问到点上了啊！是吗？那说说看呗。我爸爸呀，以前是开修理厂的。人家女孩小的时候呢，都玩什么玩具呀、布娃娃呀、过家家呀。你知道我干嘛吗？我玩汽车零件。怪不得呢。我说你对什么车型啊，还有那个配件都特别敏感。我原本以为你是记性好，没想到你练的是童子功啊。哎，不是我跟你吹，现在过去一辆车，我一听引擎，我就知道是什么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
把眼闭上。来，现在听一听，后面过去的这个是什么车？哎，不对呀、讨厌公交车。喂，你好。有事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来。这好了，不就是看个电影吗？至于哭成这样？你懂什么？戏里的女主角出身卑微，却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。不是你别哭了行不行？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庞家，你太冷血了！啊，不是，喂，米粒，不是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啊？你哪错了？我没陪你一块哭。反省的不深刻。那我没同情心。你检讨的不彻底。行，米粒同志，你说我错在哪儿了？我一定改。你没有陪我一起哭，没有陪我一起感动，没有给我递纸巾，没有发现我，你都没有发现。那你一直背我回家好不好？那当然了，那没问题啊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说吧。能不能减肥了？唐家，你太过分了！别闹。喂，赵可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赵可，走。啊。医生，赵医生怎么样了？来，你先回来一下子。齐晨，这是一起两人摩托车撞人逃逸事件，勘察现场仔细一点，别有遗漏了。好。明丽儿。啊。拍下来。哎，好。好了吗？哎，米粒，量一下。啊。把这块量一下。
赵可，你过来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这就应该是死者的身份，他的工作证。跟这个服装公司联系一下，确认一下死者的身份。好。从现场痕迹上来看啊，肇事车辆应该是2轮的摩托车。从留下车漆的颜色上看呢，应该是黄色的。具体车型还要经过调查才能做一下确定。我看啊，咱们还是老办法，还是分成2组。启晨，你跟米粒去一下死者的公司，了解一下情况。老尹呢，咱们2个就从这个碎片开始入手，把车型定下来。下一步再怎么说，咱们再看，你看怎么样？也只能这样了，先确定肇事车辆吧。那行，明天上班大伙分头行动。启晨，下班了不回家？你怎么也不回来？看你无精打采的，怎么了？哎，让人给煮了呗？不是，应该说啊，是即将让人给煮了。什么意思呀？还不是那吴主任让我一会儿去找他，说让我一会儿去那王友美家，给那个王友美做思想工作去。你又要去王友美家？哟，你又能看见你的林大小姐喽？你能不能别火上浇油了？你呢？这愁眉苦脸的，下班了不回家，嘛呢？我比你更烦。你比我烦？哎，如果你替我去那个王友美家，你就知道了，你的这些事儿，它都不是事儿。我妈让我相亲去。相亲？相亲。我妈在网上注册了好几个账户，安排了好几场相亲，说我要是不去相亲，就不让回家了。你妈还挺潮的啊，还会上那个什么婚介网站呢。现在满大街都是这种广告，她能不知道吗？这要我说吧，其实这相亲这事儿也没必要着急。你看看我都不急呢，你急什么呀？你是不急呀，你有你林大小姐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有完没完啊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啊就义去。你们吃水果吗？哎，我说啊，你的个人问题也该考虑考虑了吧？不用你们操心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我哥的事还没解决呢，你不用着急。你这孩子，别打岔啊！有事的，孩子事你就别瞎操心。你说咱闺女长那么漂亮啊，你现在能干，你别管她啊。她能干，她一天到晚往事务阁跑，有啥结果啊？哎，你不是看上哪个交警了吧？啊？爸，你看我妈说什么呢？老伴儿，你真是的。就是啊。谁啊？我去看吧。我看。哎呀，主任科长，你们来了。啊，你好。快请进。你好。谢谢。啊，坐吧。喝水。吃水果。不客气。你们来干嘛呀？阿姨啊，我们今天来呢，还是想问您一下关于测谎的问题。你甭问我，直接和我的律师联系。阿姨啊，您和您的律师对我们现场图还有执法记录仪的质疑，我们都虚心接受，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了。
但是至于其他的，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。谁信呀？你们都是官官相护。哎呀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妈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们平时忙，也做了不少好事，可这个案子你们就是判错了。阿姨啊，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我不考虑了，我有什么考虑啊？妈，你说话客气一点。哎，林佳瑞，哪个单位的？爸。老伴儿。哎。吴律师好。你好，吴律师。琪姐，这个人好奇怪啊。方家啊，走了，走嘞。你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问问员工们了，昨晚让小鱼加班。他们家住到哪儿啊？平时怎么上下班的？住哪我不知道，不过应该是坐城铁。有时候我看他跟几个同事一块来上班。昨天晚上他几点下班的？我问过，同事们说是晚上9点半。哎，小鱼啊，在公司的表现非常好，大家都喜欢他。这孩子好像家境一般，不过在工作上特别积极认真。我们能和你那个同事聊一下吗？同事，您说的是小曹？对。哦，他今天请假了。这样，明天一上班，我叫他立马跟你们联系，行吗？那我们明天再过来一趟吧。行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谢谢啊，再见。行，大力啊！哎呦，赵大科长，什么时候您也出来了？您这是来买摩托车还是配件啊？少给我贫嘴啊！我来你这买什么摩托车配件？那个，行，这次找我什么案子？我是找你，还真有点事儿。来，你先看一眼。想请你这个摩托车专家帮我们过目过目，看看这个摩托车是什么车型。雅马哈。雅马哈，你等着。雅马哈。来，就这个车。这车可是高级专业型车型啊，这个性能都很棒的。赵哥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肯定是辆黑车。这也就是说，这辆车是在市面上通过正规渠道买不到的，没有经过认证的黑车，对不对？应该是。你们要找这车呢，哼，可麻烦了呢。哎，大力啊，你认识那么多骑摩托车的人，就你身边这帮朋友有没有骑这辆车的？有啊，我当年跑公路赛的时候，
开这种车人多了去了。就这车，你要坐上去，你那威风劲儿，那甭提了，你这辈子也不亏了。你还参加过比赛呢？在哪儿啊？意大利呀。你怎么不跟我说火星呢？哎呦，好多年不去了，这我还真记不起来了。这样，你呀，多跑几家摩托车俱乐部看看去。像这种车，摩托车俱乐部都有明确的规定，不准在普通公路上行驶。行，咱走吧。行，忙着吧，大力。哎，你忙。再见啊。那这我们会员全部资料。登记雅马哈21车的只有李成这一个人，这是他具体资料。这李成登记的这辆车跟咱们那个肇事车的车型颜色都是一样的。打电话试联系一下。赵科，电话关机了。这上面不是有地址吗？走，咱们去会会他。走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还给人家。你好，阿姨您好，我们是市交通支队的，这是李成家吧？是啊，我儿子不在，他出去了。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早晨呀，天没亮就走了，不知道他干嘛去了。管家，留一个书面通知。阿姨啊，如果您儿子回来啊，麻烦您告诉他，说市交通支队事务科的人找他。李晨他到底怎么了？犯什么事儿了他？您别担心，我们就找他问点事儿。啊？赵科，你说李成这小子是不是出事害怕跑了呀？如果是他撞的于薇薇，这种可能性就极大。但是现在我没什么证据，最重要的现在要做2点。第一呢是要找到那辆车，这是关键的证据。第二个呢是看看能不能找到目击证人，让他们帮助提供线索。不是，现在连李成都找不着，到哪儿去找他的车呀？那李成骑摩托车摔了，身上多少得有点伤吧？走，上医院看看去。刘警官您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这是在自发为于薇薇捐款吗？是啊，全公司人都知道小鱼这件事，我们感到惋惜。这么好一个姑娘，这不，我们都知道家庭特别困难，所以我们主动向她家捐款。
小张，你叫我？那人干嘛的呀？你认识吗？你不认识啊？他是隔壁科技公司老总的秘书，叫吴强。吴强？他来干嘛呀？认识小鱼啊？经理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他跟小鱼没什么，可是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哎，你看这小鱼关系多好啊，是吧？那外面的公司都来跟他捐钱了。小张，把小曹叫过来，我差点把这正事给忘了，耽误了警官的那个事儿。好了，快去快去。警官，你先坐，请坐。不好意思，他不会说话，这口无遮拦，不懂事啊。琪姐，真是奇怪了，这年头不认识的人都跑过来捐款了，看样子还是好人多。按道理说吧，你说这个捐款这件事儿挺让人感动的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吴秘书啊有点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具体我也说不上，但是就觉得肯定有什么问题。要不咱去会会他？吴秘书，你好，护士小姐，我们麻烦你一件事儿啊，我们是事故科的，你能把昨天晚上的就诊记录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好的，这就是昨晚的鉴定记录，可以看一下。谢谢。这小子够胆大的呀，从事故现场跑出来，还敢到医院来看病。不是，能不能想办法帮我联系到昨天晚上值班的大夫？不好意思，大夫早下班了。美女，麻烦你就帮忙一下呗。你说我们两个为了查一晚上都没合眼了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好吧，您稍等，我帮您问一下。漂亮。程总，这是齐警官和米警官。你好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跟我来一下。不好意思。什么情况啊？齐警官、米警官，让您久等了，咱们会客室谈。好。刚才看见你给于薇薇捐款，我们都特别感动。啊，都是一个办公楼的，没什么。你们坐呀。好，谢谢啊。吴秘书，你跟于薇薇特别熟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一直在暗恋她。我以前根本就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啊，两情相悦呀。自从看见他以后，我什么都相信了。全大厦上下班员工那么多，我总是能和他碰见。我想，这应该不是偶然的，是老天故意安排的。他人特别的温柔，你看着他，你就能把脑子里所有的烦心的事情全都忘了。
它能给你一种安静、安心的感觉。假如你们每天在你们看见的这种环境下工作、生活，你们能理解我的感受吗？可惜啊，我一直害怕这种安静消失掉，我就不敢向他表达我的感情。我就想每天远远地看着他，我的心里就能安静下来。可现在我连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吴秘书，请节哀吧。吴主任，赵科长，你们上次啊到我家走了以后啊，我也想了很多，都是人，谁没点错呢？所以啊，我是这样想，你们呐，向上级机关请示请示，咱们呢把那个事故认定改成事故责任对半五五开，怎么样？这以后啊，我王优美绝对不会再告了。阿姨啊，这就是你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啊？对呀，这是我和我的律师商量出来的。秦律师，你应该知道，责任事故认定不是一个人就能定得了的，也不是说改他就能改的。就算要改，那也要经过3级审批的程序。你是律师，你应该为你的当事人服务，你不能去误导你的当事人呐。赵科长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应该为我的当事人服务，可是不能因为我不认可你们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，就是误导我的当事人吧？我给他们说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啊好，啊，那我一会儿过去。哦，对了，赵毅啊，你可得注意点啊，别心里瞎想。我心里瞎想什么了？哎，你这心里清楚着呢，你给我装糊涂啊？阿姨啊，你把话，不是你有什么话你就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利用你职务之便以权谋私。说我以权谋私，我要是以权谋私的话，我早就干上局长了，我还当什么科长啊我？你一个人在那儿嘟囔什么呢？刚才跟王优美说让我别瞎打主意，而且还说别让我什么以权谋私。你是真不知道呢，还是装糊涂呢？我知道什么？我装什么糊涂啊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人家那意思是说，我们的那位林姐姐，你说林家瑞啊？启晨啊，其实啊，我跟那个林家瑞真的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人家天天往这儿跑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过，这话又说回来啊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林家瑞啊还挺有意思的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烦人，还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意乱情迷是吧？什么意乱情迷啊？注意措辞啊！我是说这个林小姐，她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。狐狸终于露出尾巴喽！我什么时候就露出尾巴来了？我是说，这个林小姐这个人比较好相处，跟她在一起相处还比较愉快，仅此而已。我跟庞家在医院了解到李成的就诊记录，那大夫说，当天晚上他来的时候，说是自己踩空了楼梯摔了一跤。我认为啊，这个李成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。
但是我们也得先找到他呀。那咱们就先去找那李成，把这个利害关系呢都跟他说透了。他以为他还真能躲一辈子呀，太天真了。师傅说的有道理，咱们再等个1、2天，如果他还不来的话，咱们就上他们家找他去。阿姨啊，李晨他回来了吗？还没回来呢。这几天呀，我到处找他，什么同学、同事、朋友的，我能想到的我全找了，还是没找到。你说这孩子他能上哪儿呢？阿姨，家里就您一个人吗？可不是嘛，李晨他爸出差了，说是去上什么一个前营的山里边，电话都打不通。这爷儿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，你说说。阿姨啊，你儿子平时是不是开摩托车啊？摩托车？什么摩托车呀？他没摩托车呀。那我怎么听他朋友说，他有一辆摩托车啊？哦，以前呀是有一辆，早就没了。阿姨，以前是什么时候呀？哎呀，时间太长了，我真记不清了。阿姨啊，这你们家这摩托车的模型还真够多的啊！就是李晨喜欢。谢谢。阿姨，我太不小心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阿姨。没事。那对不起，阿姨。阿姨啊，那就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告辞了，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如果李成回来啊，麻烦您务必帮我转告一声，说我们交通队事务科找他有急事儿啊。行。那阿姨，我们走了啊。走了，阿姨。告辞了。麻烦了。完了。哎呀，输了！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呀？严肃点。不是你每天你累不累啊你？反正我是装不下去了，我感觉我自己都快成演员了。你什么感觉？我看你还挺美的嘛，谁在跟你演戏了？哎呦喂！不过说实话，你觉没觉着这地下恋情还挺刺激的？唐家，我现在在郑重的告诉你，我没在跟你谈恋爱。我让你看看那个头盔，你给它碰掉地上干嘛呀？你说你年纪轻轻还真够死板的了。走吧。哎，有中国袋吗？赶紧装起来。哟，来的还挺快啊！这我们刚从你们家出来，你就到这儿来了。你们去我家了，怎么来的你？这不看到你给我发短信，这几天都干嘛去了呀？这几天心情比较不爽，去我朋友待了几天。这不，今天早晨才开机，看到你给我发短信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知道我们叫你来干什么吗？不知道啊。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啊！你是不是有一辆摩托车？有啊，什么牌子、颜色、车牌号？雅马哈，黄色的。没牌照。摩托车在哪儿啊？车前天晚上让我爸给拉走了，非要我给卖了，说不再让我骑了。为什么突然间就不让你骑了呢？你看
都摔成这种惨样了，还能让我骑吗？他还说那肉包铁太危险。怎么摔的呀？在公园一空场地试车的时候不小心摔的。哪个公园？什么地方？怎么试车就摔了呢？就在我家街心公园那条街上啊。警察同志，这伤可真是我自己摔的，不信您可以问去。你爸把的摩托车弄哪去了？他能告诉我，那就打电话问问。我把手机给关了，我的摩托车说真的，我都不知自己去哪儿。警察同志，您这一通的审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叫你来不就是为了审你吗？难道叫你来过来跟我们唠家常啊？前天晚上在你家小区附近，有一辆摩托车撞人逃逸案，跟你的车型和颜色是一样的，而且肇事者还摔伤了。哎，你说怎么这么巧呢？你们怀疑是我骑车撞人还逃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警察同志，您可得好好查一查，要不这可真冤枉人了。检验结果出来了，李成头盔上的毛发和血型和肇事现场的毛发不吻合。我让老尹带着李成去李成说的那个公园看了一眼，没有他说的那个摔伤的痕迹，这就说明撞死于薇薇的不是李成。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？这撞死于薇薇那个人到底是谁呀？我那天去天美公司去看了一下，正好赶上他们给于薇做捐款，旁边科技公司的一个秘书也过来捐款。我当时呢就和米粒儿去找他谈话了，他说是因为喜欢于薇薇才做的捐款，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啊。有什么问题啊？说不好，女人的直觉吧。又是直觉。我们办案是要讲究证据的，齐晨同志。我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的。当天他捐款的时候，那公居的特别的虔诚，而且我和米粒儿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敢正视我们俩的眼睛。重要的是头上还带着伤。虽然李成的那个头盔和血型啊都对不上，可是他那个伤从哪儿来的？还有，他的父亲把那摩托车给他整到哪儿去了？这些我们都要搞清楚。这现在啊，只有找到那辆车，才能找到肇事人；只有找到李成的父亲，才能搞清楚这事情的真相。那我和老尹再想想办法吧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我对你说的那个秘书挺有感兴趣的，尤其他头上那个伤，抽时间去看一看吧啊。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知道，女人的直觉有多重要。我父亲跟田明的父亲是大学同学，我没听我爸说过呀，怎么了？有人举报田明的父亲通过你的父亲来帮这个案子说情，我们呢是来了解一下情况。这事我不知道啊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也是有人举报，你呢也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写一个书面材料，让我们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哦，我没有时间，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妈吧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
喂，爸。儿子。哎，爸，你认识一个叫田明的吗？田明，不认识。那田福海呢？田福海啊，嗨，我们呢是大学同班同学，哪能不认识啊？怎么，田福海的儿子上周给我打电话，你又问我这是干嘛呀？他儿子上周给您打电话了？是啊，他儿子说，他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，想让我跟你说说。工作上的事我不干预，我就没给你打电话。啊，那行，那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儿子。啊。你呀，好几天都没回家吃饭了，老是等我们睡了你才回来。今天早点回来啊。啊，行，我尽量。哎，爸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我先忙了啊，挂了啊。哎，好，好，拜拜。陈经理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我们想找吴秘书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们老找他干嘛呀？吴秘书今天请假了，他不在。那麻烦你了啊。你好，能打扰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这个吴秘书今天为什么没来上班啊？你们不是问程总了吗？哦，你们程总没说。哦，他是不想告诉你们。你有吴秘书电话吗？有。能帮我写一下吗？好的，等一下。好了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没事儿，再见。说这吴强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心里有事儿躲了呗。我现在觉得他的嫌疑最大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？给我解释解释。因为他头上有伤啊，我觉得就应该把他的头发拿回去，我们进行比对，准能对上。我觉得这个于薇薇说不定就是他给撞死的，不然的话，不认识的人干嘛去捐款啊？肯定是心里有鬼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以后还让人怎么捐款呀？哦，那琪姐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走。怎么是你们啊？我们能进去吗？你头上这伤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儿，碰了一下。吴秘书，跟我们回趟交通队吧，有起事故需要你跟我们配合一下。